Hello， 大家好，我係塔羅斯 Rennie。眨下眼，2022年又過咗一半啦。不如我哋今日嚟睇下7月3號至到9號呢一個星期有乜嘢特別嘅星相啊？咁喺呢一個7月裏面，最重要嘅星相，我諗就係木星將會喺今個月嘅28號開始喺白羊座逆行至到11月22號。雖然而家仲係月初，但係其實佢嘅逆行能量已經好積極咁喺度醖釀當中，意味住喺未來嘅4個多月當中，我哋向外擴展嘅步伐就或者會受到唔同事件嘅影響，而阻礙到事情嘅發展，有住重新修正嘅必要嘅。而延續住上一個星期嘅新月能量。今個星期我哋各人咧就或者會受到水星同埋逆行中嘅土星嘅協助，令我哋更具智慧咁去做一啲重新嘅檢討，喺發展未來嘅計劃嘅時候，就能夠以更務實同埋有計劃咁前進。同時間，水星喺多斯嘅雙子座，就會同逆行中嘅海王星有住緊張嘅角度。象徵住有一啲消息，或者會令到你感覺到有啲迷茫，有一啲人甚至係喺收到信息之後有住夢醒嘅機會。另外，水星會喺今個月嘅6號進入關愛嘅巨蟹座當中，刺激住我哋各人嘅慈悲心同埋善念，一啲關於慈善、公益、母愛或者係親情有關嘅事件就會特別備受關注，可能亦都因為有住強烈嘅懷舊情緒，一啲前塵往事就或會有機會被翻開。我哋各個人嘅情緒亦都會有住起伏不定嘅感覺。咁幸好象徵咗行動力嘅火星，亦都會同時轉換星座，進入較為務實嘅金牛座當中，令到我哋能夠以較為理性同埋偏向以實際利益嚟衡量事件，而不至於太過感情用事。喺事業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包括獅子座、處女座、天秤座同埋水瓶座。獅子座或者各個獅子座嘅朋友仍然會受到新月嘅影響，有住一種莫名嘅不安情緒之外，有一啲人喺處理一啲同法律或者海外嘅事務嘅時候，或會遇上一啲障礙，因而拖垮咗某一啲工作嘅進度。喺此時此刻嘅你，就大可利用一下水星同逆行土星融匯出嚟嘅靈巧能量，多啲同各方機構或者人員作溝通，有一啲事情能夠相互讓步或者協商會係更好。同時喺今日即係7月3號，金星就會觸怒到逆行中嘅冥王星能量，暗示咗你或者需要更加留意同他人合作嘅時候嘅態度。過度嘅堅持可能會引起一啲紛爭，所以喺有自己嘅立場嘅時候，亦都適宜抱有開闊嘅胸襟，試一試先聆聽他人嘅意見。然後若然遇上一啲批評嘅聲音嘅時候，亦都不妨喺心中多作盤算，同埋整理一下先再作回應，係會比較合適。另外，如果你係從事商業事務或者係同他人有合作做生意嘅話，喺今個星期就要特別小心，因為水星或者會為你帶嚟一啲訊息，擾亂住你嘅發展，令到你極為想能夠好迅速咁樣將問題解決。大家不妨要好好記住，千祈就唔好嘗試以不法嘅途徑去將事情加快完成，否則嘅話只會係越做越複雜，甚至有機會係出現更嚴重嘅問題添。想能順利咁將工作完成嘅話，你就需要慢，而所謂嘅慢係要以細心檢視問題，同埋一步步咁將事情修正。處女座，水星同逆行中嘅土星雙劍合璧咁，為你嘅工作領域發力。有一啲處女座嘅人就或者有需要去出席一啲講座、演講、進修或者同通訊有關嘅科技會議等等。
喺水星同埋火星和諧共振之下，就象徵住唔同嘅社交活動，亦都能夠有助你去擴展人脈，或者係對於未來嘅事業發展極為有助力添。所以縱然你極為忙碌，或者係唔想出席，亦都應該盡量去參與一下啦。另外，因為海王星逆行已經開始咗，所以逆行嘅能量就會直接咁震盪住你嘅合作宮，預示咗有一啲處女座嘅人喺合作上就有機會出現問題，例如係話同事嘅工作進度追唔上，夥伴突然間退出，或者係工作責任混亂等等。金星而家正係坐落於雙子座當中，提示住你最好能夠以溫和嘅手法去處理事件，並且嘗試多作溝通。有一啲事項或者係需要經過一輪又一輪嘅安排，先能夠重整同埋係順利過渡。各個處女座嘅朋友喺今個星期需要留意嘅係點樣去運用自身嘅才能同埋領導力，去將某一啲事項重新整頓一番。天秤座喺上一個星期嘅新月當中，就或者能夠俾到一啲天秤座嘅人新嘅機會，同時火星亦會促成一啲合作嘅機會。不過喺工作當中就有機會會遇上一啲較為嚴重嘅意見分歧，甚至有陣時會遇到兩難嘅局面而引起紛爭。同時，由於水星觸動咗逆行中海王星嘅混濁能量，就或者會干擾到你日常生活同埋一啲工作嘅步伐。一啲之前冇盡心去做好嘅事，喺呢股迷失嘅浪潮衝擊之下，就或有機會係出現差錯，令到你感到有啲憂慮同埋不知所措。而家你就要好好利用一下水星進入你事業宮嘅能量，多加留意工作上嘅細節，對事情適宜採取較為謹慎嘅態度。同時間喺火星嘅領導之下，你若然係想突顯自己嘅領導力嘅時候，你就要時時去控制住自己內在嘅慾念同埋不安情緒，學會收斂一下自己。喺拆解任何問題之前，亦都適宜先調整自己嘅心情，真誠咁站喺對方嘅立場去思考。喺衡量過利弊之後，先好作出提案或者行動。喺有理據同埋實力嘅支持之下，做到以德服眾，咁就能夠化危為機同埋得到人心，從而有機會獲得他人嘅認同同埋讚賞添。水瓶座喺今個星期受到金星同逆行中嘅冥王星相互激發起嘅躁動能量所刺激，對於一啲從事藝術創作嘅水瓶座嚟講，或者就會增進咗唔少嘅創意思維同埋靈感。喺亂打亂撞嘅情況之下，就能夠創造出一啲甚具美感同埋價值嘅作品。因而亦都不妨把握呢一束靈光，加快試試多作一啲新嘅嘗試啦。但係值得留意嘅係工作上嘅態度，因為水星會即將進入較為敏感嘅巨蟹座當中，就有機會觸發到你潛在嘅藝術家脾氣，鍾意做嘅時候就會顯得較為積極進取，冇心情嘅時候就或者會變得冇厘神氣。而各個水瓶座嘅朋友要記緊吸取戰神火星嘅應戰策略，就係喺遇上批評同埋競爭嘅時候，千祈唔好輕易動怒，適宜以按部就班嘅方式行事。再加上水星賦予你精細嘅分析能量，試一試結集一齊去判斷出可行嘅未來走向。咁樣嘅部署就能夠將好多事情重新修正好。而有一啲正喺度揾工嘅水瓶座朋友，就或者會收到一啲有關工作嘅消息，例如係面試嘅邀請，或者某工作申請嘅回應等等。結果就因人而異，亦可能會較為強差人意。不過大家都係唔好俾逆行中嘅土星考驗到，
唔好成日諗住自己嘅價值或者能力係低過其他人。你要首先去證明俾其他人睇你嘅實力，就首先自己亦都要相信自己係一個有實力之人。一次未成功就應該因應環境而去改進，再接再厲，就係突破土星逆行嘅秘訣啦。大家不妨試試啦。喺愛情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包括天蠍座、摩羯座同埋雙魚座。天蠍座，火星增進咗強烈嘅朝氣同埋活力俾各個天蠍座朋友，興奮嘅心情就會令到一啲已經有伴侶嘅人更為着緊對方嘅一舉一動。而由於而家冥王星已經喺你嘅思想宮逆行多時，喺今個星期又會俾愛神金星觸碰到，因而或者會有機會摩擦出一股激為想捉緊住情愛嘅熱切心態。而水星又剛好會嚟到知性嘅第9宮，預示住有一啲天蠍座嘅人或者會打算喺疫情過後同伴侶嚟一個浪漫之旅。有啲人甚至會已經急不及待咁喺腦中編織住一啲旅行嘅美夢。暫時可能雖然係未能夠成行，但喺討論同埋探究嘅過程中，亦都能夠感覺到一絲絲嘅興奮。但係傾還傾啦，你哋就要留意一下水星同木星嘅強硬相位暗示嘅嘢。喺説話方面就千祈唔好作出自己做唔到嘅承諾，同時間亦唔好擬定一啲過於浮誇嘅計劃。有啲人可能認為只係天馬行空講下啫嘛，但係其實伴侶係好認真同埋已經記喺心，所以大家都係唔好下巴輕輕啦，諗清楚先好講。而至於單身嘅天蠍座朋友，受到金星喺雙子座嘅感染，喺情感嘅事上就會顯得較為飄忽不定。有一啲天蠍座嘅人就有機會遊走於多國嘅關係或者曖昧嘅關係之中，而喺水星同逆行中嘅海王星所撞擊之下，就代表咗有一啲不穩健嘅關係，或者有機會好似發一場夢咁，有被喚醒嘅機會。經過不斷嘅發掘，可能先能夠幫到你去睇清楚一啲真相嘅本身。所以大家今個星期就真係要擘大隻眼睇清楚啦。摩羯座，已經有伴侶嘅摩羯座朋友，俾火星喚起咗心中嘅衝勁，總係想能夠掙脫現狀，去找尋一個能夠令到你覺得安靜舒適嘅地方，因而同伴侶好開心愉快咁留喺屋企嘅日子亦都增加。另外，有啲摩羯座嘅人喺工作上或者有機會出現錯誤，同埋有一啲嘢可能同你嘅理想唔相符，而喺七嘴八舌之下，就有機會令到你覺得有啲煩躁同埋迷失。想避免事情變大，就要學會安撫一下自己嘅情緒。同時間喺水星同火星柔和相位嘅鼓勵之下，建議你多啲同伴侶商量或者溝通，一齊去共謀一下人生大計。而如果你未有伴侶嘅話，喺愛神金星同逆行中嘅冥王星相互刺激出嚟嘅超級能量所影響之下，就或者會令到一啲單身嘅摩羯座朋友一反常態，想去揾一個人嚟傾訴一番，去消除一下喺日常生活或者工作上所遇到嘅激氣事。對象可能係喺網絡上認識到嘅新朋友，工作有接觸嘅人，或者係一啲曾經令到你感覺到真誠嘅人等等。而喺今個月6號，水星同埋金星就會分別觸動到火星嘅征服慾念，因而喺盡數心中靜之後，有一啲人就有機會想將自己嘅目標轉移。我嘅意思就係話，會有機會造就出一啲人能夠越傾越親近。而
如果真係想開展一段新感情，大家就要切記水星同木星喺強硬相位上嘅提示，唔好越講越負面，或者係有你講就冇人講。雖然喺你將所有嘅心事講出嚟之後，你會感覺到好舒服同埋開朗，但係亦都最好唔好只係有你講而忽略咗對方嘅感受。雙魚座，有一啲雙魚座嘅人或者會受到上一個星期新月能量嘅感動，喺關愛嘅頻率推動之下，就能夠促成新關係嘅開展。而喺今個星期，水星喺雙子座當中就遇上你嘅命主星逆行中嘅海王星，就預示住你嘅心情或者會好似海浪一樣不停喺度蕩漾。而如果你已經有伴侶，喺呢種浮浮沉沉嘅情緒影響之下，有一啲雙魚座嘅人比較容易陷入自己嘅世界當中。對於伴侶嘅行為，總係感覺到同理想唔同，又或者總係困惑住點解現實同想像會差咁遠。喺呢一個15、16嘅心情當中，就有機會將關係破壞。你要好好利用水星喺你第5宮嘅能量，多一啲同伴侶溝通，結伴一下去行街，又或者參與一啲娛樂嘅活動，甚至係一齊玩一啲遊戲等等，試下以行動去磨滅嗰股猜疑同埋不安嘅心情。另外，仍然單身嘅雙魚座朋友，金星而家就正穿越雙子座，並且會同逆行中嘅冥王星有住能量上嘅對抗，能量喺相互共振之下，就或者會為你引嚟一啲有趣嘅豔遇。同時亦都預示咗呢一個將會係一個合適嘅時候去做一啲活動嚟刺激你嘅腦袋，例如係瀏覽一啲有趣嘅資訊、參與戶外活動、結伴遠足郊遊，或者進行一啲鬥智鬥力嘅遊戲等等。總之，想戀愛運提升嘅話，就千祈唔好就咁坐喺度啦。喺財運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包括白羊座、金牛座、雙子座同埋射手座。白羊座，由於近日火星同逆行中嘅冥王星有住能量上嘅抗衡，最直接影響到嘅當然就係各個白羊座朋友啦。喺呢一個相位上係想暗示住各位喺做嘢嘅時候，千祈唔好過度急進，否則就必然係物極必反。同時間喺工作上，水星係會俾到你最好嘅機智能量，令到你喺行事嘅時候能夠有勇有謀咁去將工作做好，或者係進行一啲修正。同時，由於喺你隱密宮嘅海王星已經進入咗逆行，就暗示住隱藏嘅敵人會隨時出擊。再加上水星即將進入敏感易怒嘅巨蟹座之中，因而你喺呢段時間較容易受到他人嘅唆擺同埋誤導。你記緊近期係要謹言慎行，同埋唔好輕易就相信他人嘅説話。呢個世界係冇太多不勞而獲嘅事，所以都係腳踏實地，或者係以較務實嘅方式去賺錢會比較好啦。另外，火星會即將喺你嘅財富宮發功，或者就有機會推動到你嘅鬥心同埋財運。喺火力十足嘅頻率推動之下，有一啲白羊座嘅人就會想去揾出更多嘅前路。對於一啲同金錢有關嘅活動，亦都係較為有興趣。不過現階段正係俾巨大嘅模糊能量所籠罩，咁樣似乎就唔能夠令到你睇清前路。所以不如先係着力於眼前嘅工作當中，唔好太過三心兩意為妙。金牛座，火星同埋木星同時間係喺白羊座，就會為你打開咗象徵秘密同埋隱藏嘅宮位。另外，火星又會喚起鍾意打破舊有枷鎖嘅冥王星能量，
預示咗有啲金牛座嘅人，或者淨係默默咁策劃住一啲同新居、移居、再進修、長途旅行，或者係同宗教有關嘅事宜，淨係喺度密鑼緊鼓咁作出準備。而水星喺雙子座嘅時候，又正好會觸動咗你嘅財富宮，並且同逆行當中嘅海王星有住強硬嘅相位，就象徵咗你必須要有兩手準備。喺計劃錢財嘅時候，唔適宜過於理想化或者寬鬆。雖然話係想要開展新嘅人生，或者係做一啲人生大事，但係亦都唔應該用盡手頭上所有嘅金錢。大家必須要留有一啲後備嘅資金，因為喺呢個充滿住泡沫經濟危機嘅世界之中，有時變化可能會嚟得快過你嘅想像㗎。而到咗今個月嘅6號，火星就會衝住咁進入你嘅命宮，為你帶嚟不少嘅活力同埋自信。喺處理一啲同家有關嘅金錢事宜上，就適宜多作思考，同埋同家人商量一下。例如係喺裝修費用嘅預算當中，購買或者係出售家居嘅目標價格。購買邊一款電器或者用品等等，亦都適宜以實用為本，同埋有住一啲長遠嘅方針。雙子座喺上一個星期，新月嘅吸引力似乎會牽動到各雙子座嘅朋友，需要去處理一下一啲同財富有關嘅事宜。而嚟到今個星期，海王星喺你事業宮逆行嘅能量就會俾水星所觸動，暗示咗有一啲雙子座嘅朋友係正處於工作上嘅變動期，令到收入有住高低起伏嘅情況。再加上金星同逆行當中嘅冥王星會有住一個棘手嘅相位，就有機會刺激到你嘅購物慾或者係享樂嘅慾望，因而有啲雙子座嘅人有機會因為一啲社交、娛樂活動或者係購物等等，將消費增多，而引起超支嘅情況添。隨住運勢而行嘅話，今個星期水星會進入你嘅財富宮，就代表住而家係一個檢視整體財務規劃嘅好時機。同時，火星亦都會緩緩咁嚟到具有探究能量嘅第12宮，象徵咗大家不妨細閱自己一切同金錢有關嘅項目，例如係檢討一下強積金嘅安排，查核帳款嘅來往記錄，或者係檢視有冇一啲未付嘅帳單等等。因為如此一嚟，可以把握時機去了解清楚自己嘅財務狀況。另外，更加可以避免繳交過期嘅罰款。因為財富除咗係要好努力咁去賺翻嚟之外，其實亦都要學會節流㗎。射手座隨住火星嘅引領，有一啲射手座嘅朋友或者會有住較為強烈嘅消費意欲，對於追求享樂仲顯得十分積極。另外，由於火星係會喚起逆行中嘅冥王星能量，就預示咗有一啲射手座嘅朋友喺狂歡過後，會因為過於衝動而累積咗一啲欠款。而最棘手嘅係金星同逆行中嘅冥王星會有住一個特別嘅相位，或者會為你帶嚟一啲不安嘅頻率，同埋為你引嚟一啲可以煽動你情緒嘅人嚟到你身邊。因而有一啲射手座嘅人就好容易會因為他人嘅説話而購買咗一啲不必要嘅物品。回過神嚟之後，先發現自己已經花費咗一大筆金錢，後悔亦都係無補於事。或者若然唔想將來有住過大嘅負擔嘅話，而家就要學會控制住自己嘅慾念，同埋了解一下自己真正嘅需要。喺花錢之前，就請停一停，再作思考。人哋講到天花龍鳳都好，你就唔好即刻作出決定啦。留一個購物冷靜期俾自己，
你要努力學習擺脫暖化費所帶嚟嘅惡果喎。而喺人際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包括巨蟹座。巨蟹座喺好多時候，我哋亦都會視木星為吉星，因為佢係具有擴展能量，能夠將所在嘅領域變得更具發揮嘅可能。不過喺上一個星期，新月嘅能量就正好同木星有住不良嘅角度，共振出一股自我懷疑嘅頻率，令到一啲正喺度待業或者係喺事業旅途唔係太順心嘅巨蟹座心中總係蕩來蕩去，令到你哋會感覺到較為焦慮不安，亦都因而喺同他人共處或者係共事嘅時候會顯得比較神經質同埋敏感。再加上水星而家係坐落喺你嘅第12宮，就有機會加速咗被誤會、出現是非或者係信息錯亂等等嘅問題。想化解呢啲危機嘅話，就要學習一下土星喺你第8宮逆行嘅用意。佢係想借助一啲同金錢、親密關係、分配財產、慾望或者係同疾病有關嘅事，去令到你學會正視心中嘅恐懼同埋陰影。另外，冥王星嘅逆行能量會受到愛神金星所刺激，預示咗有啲巨蟹座嘅朋友喺近期同一啲親密嘅人或者係有合作關係嘅人會出現一啲糾纏不清嘅問題，為你帶嚟緊張不安嘅情緒。其實現階段你最好能夠先確立一下自己究竟想行一條點樣嘅人生路，而千祈唔好俾其他人牽住你嘅鼻子走。路係人行出嚟嘅，你自己一定要有住明確嘅目標啦。今個星期嘅星座運程我就講到呢度，大家要好好保重，我哋下星期再見啦，拜拜。唔好意思。關於今集嘅內容，大家可以去我嘅 Facebook 專頁去睇返文字版本㗎。